盐田一马阿一。这个脸啊，大家在 IG 跟 TikTok 绝对刷过，极其复杂的夜生活跟感情史。他在节目里面最震撼的金句啊，就是被问到交往史的时候，直接反问说：睡过几个早就忘记了，你会记得你吃过几块肉吗？甚至啊，笑称自己每天早上都是把自己帅醒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周杰没有人周杰医师，欢迎回到颜值鉴定所。不良一族寻爱记2，你看了吗？节目一开播啊，网络话题直接炸满，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这一季的颜值也提升太多了吧，根本就是医美大升，对不对？很多的网友啊，原本以为这一季啊又来看暴走族逞凶斗狠，没想到啊最后被他们的颜值跟反差萌给圈粉。这次第2季啊，直接把舞台搬到冲绳，参加者聚在一起谈的不只是恋爱，还有他们的过去、友情，还有重新开始做人的勇气。我们今天不爆雷感情线，一样啊，要用最专业的医美视角来解析里面讨论度最高的8个话题人物。我们从轮廓开始，由外而内，由上到下，带大家看看他们的颜值到底厉害到哪里。首先登场的第一位啊，是小丽彩珠家，也就是彩珠。开播前啊，就在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的彩珠，今年30岁，经营酒吧、按摩店跟服饰品牌。她的背景啊非常传奇，只有国小毕业，有超强的生存意志，翻身成名古屋酒店的头号红牌。最标志啊，就是她背上那一片啊，一路延伸到臀部的彩色凤凰刺青。据说啊，刺青的时候完全没有打麻药，狠劲十足。她深邃又华丽的立体五官啊，常常被认为是混血儿。不过啊，他其实是纯的日本人，走过非常多激烈恋情的他，可说是这一群女生里面视觉完成度极高的一位。如果啊，我们从医美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亮点啊，就是她的轮廓。她的脸型啊比较窄长，从颧骨到下巴的收束非常流畅跟明显，搭配小巧的下巴啊，让整张脸会呈现出一种很精致的倒三角的构图，自带一种利落的气场。顺着轮廓到五官哦，眉眼啊，绝对是她脸上的视觉焦点，大眼睛啊，配上清晰的双眼皮哦，再加上睫毛、放大片跟眼下妆容的堆叠，成功啊把视觉第一时间牢牢的锁定在上半脸，营造出非常强烈的电眼的吸引力啊。然后呢，它的鼻梁跟鼻头都走比较精细、纤细的路线啊，没有多余的那种厚重感，衔接了上半脸的视觉重心。最后啊，来到下半脸，它的嘴唇啊，明显又清晰的唇峰跟饱满度，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非常聪明的平衡，因为他的眼睛蛮大的，如果嘴唇太薄，下半脸很容易就显得过度的单薄或者是尖锐刻薄。但是啊，它保留了唇部的存在感，让它整张脸啊不是只有尖跟薄，散发出一种丰润华丽的解析女王感。然后彩珠啊也曾经分享过自己做法令的玻尿酸、肉毒、一体真皮疗程跟双下巴的抽脂。我觉得法令的玻尿酸跟一体真皮可能都是用在这个法令或者是鼻基底这边啦哦，因为其实如果有一些女生比较瘦，那鼻子比较高，会显得这个法令这边稍微凹一点，那嘴巴就看起来比较凸，所以他们啊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一点玻尿酸或一体真皮的疗程。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双下巴的抽脂哦，在我去日本开会啊的过程，或者是一般的 IG 滑滑，我觉得日本的双下巴抽脂或天鹅颈的手术比台湾来的还盛行，可能是他们崇尚就是小脸跟精致，所以他们其实在做的人口上比我们来的多很多哈。所以如果有双下巴抽脂，我其实不是很惊讶。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现在的精致度全部都归因在医美，它其实对妆容的掌握、镜头角度的拿捏、发型搭配跟表情管理，全部都相辅相成，才能打造出这种完成度高的状态。如果给彩珠啊一个颜值的关键字啊，我会跟她说是高精致的解析女王。第2位啊是23岁的小光，是酒店跟夜店的接待，从小啊在不良园长大的她，男友啊清一色都是不良少年，看似气场强大的金发辣妹的造型，这次啊非常清醒的宣示自己是来认真找结婚对象的。遇到男生的绅士举动，反而会有点瞬间害羞崩溃。这种外表狂野、内心渴望安定的小反差，加上标志性的大框眼镜，让他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就话题十足。我们啊先看他的整体轮廓，他的脸型啊偏长，从额头到下巴的纵向比例相当的明显。这种长脸型啊，如果只是放下长直发，很容易给人过于成熟或严肃的感觉。但是啊，他非常聪明的利用编发，
增加了颅顶跟两侧头发的分量，顺势修饰了脸型的轮廓。接下来看到五官最关键就是那副眼镜对中庭的影响。在眉眼跟中庭这一带她的眼睛算是非常漂亮的杏眼，眼尾带有自然的延伸感。但是大框的眼镜不仅是造型的配件，更巧妙的切断了中庭的长度，让原本偏长的中庭瞬间缩短，整体的气息更多了一份亲切感。然后呢，它鼻子的量感并不大，线条相当秀气，恰到好处的充当了中庭的这个过渡。接下来看到它嘴唇是属于比较有丰满跟圆润的类型，这种上半脸有线条，下半脸有柔软度的组合形成一点绝妙的对比跟反差感，让它保有辣妹该有的气场跟距离感，同时不会显得太锐利或者是刻板。所以我觉得那个眼镜真的不只是单纯的配件，同时也完成了脸型的修饰跟知性角色的设定。那如果要给小光一个颜值的关键字，我会跟他说是知性的辣妹脸。第3位登场的是来自大阪的高冈玛丽娜小玛丽。今年25岁的小玛丽是一位日法的混血儿，过去恋情都是以家暴的收场。曾经悲伤的说哀咒才叫爱的他这次来到节目希望能够跨越阴影，找到自己的真爱。那虽然带着心疼的过去，但是他一登场就凭着精致混血脸被选为第一印象冠军，一开口更是超甜的大阪腔，这种高冷跟亲切的反差萌吸引了超高人气，典型的第一眼就非常有距离感，但是镜头的吸引力很强的精致猫系脸。它的外轮廓窄长，突然发现这一季的女生其实脸型大概都是偏比较长，可能是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很瘦有关颧骨的位置非常的清楚，加上脸颊的软组织不厚，光影打上去的时候脸上会形成很有层次的明暗转折，骨感非常强烈的脸型私底下看可能会有一点点距离感，但是一上镜头就是高级感拉满的超模脸。顺着轮廓来到五官，上半眼的眉眼是她猫系气质的核心，她的眼型偏比较细长，眼尾的自然拉伸感非常明显，但有一种优雅的猫眼的冷媚感。那眉眼的距离适中视觉上不会想成过强的这个压迫感，反而会带着一种神秘感。往下看他的鼻子是全脸非常细长立体的视觉重心，鼻子的线条干净利落，撑起了整张脸的精致度。接着他的嘴唇会有非常漂亮的厚度，特别是下唇，恰到好处的把上半脸的锐利感给拉了回来，增添一丝柔软，还有一个倔强。小玛丽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她整个人非常的自然，不会为了迎合镜头去刻意的讨好。她的脸部表情的幅度非常小，反而会让观众不自觉的去想多看她几秒，好奇她到底在想什么。专业一点说这个叫做视觉上的留白感。她就算一张脸完全没表情，你看着她也会觉得她的脸上充满了忧愁，充满了故事。如果给小玛丽一个颜值的关键字我会给她这个清冷的猫系脸。第4位是拥有170公分高挑身材的模特儿田中刘刘。23岁的刘刘靠着9头身的身材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她的不良标签主要在于感情，个性很有义气，但也坦白说自己过去其实蛮容易花心的。这次她直接立下霸气的宣言，说自己只要强者，不要半吊子的男人，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让她甘心收心的男人。看她的脸就知道她的选男标准跟她的颜值一样，完全没有要走低调路线的感觉。她的外轮廓属于非常小巧的 V 型脸，从两颊到下巴的收束非常的明显。这种极小的小脸比例，配上她170的高挑身材，在远镜头里面就已经具有极强的视觉张力。她眼睛非常大，睫毛又密又长，再加上拉长的利落眼线，你看她第一眼就会被她的眼神给锁定，而且她的眼神很锐利，看起来不是那种需要被保护、可怜兮兮的小女生，而是气场全开的霸气女主。鼻子量感偏小，鼻头精致，恰到好处的衬托了眼睛的主角光环。最后来到下半脸，她的嘴唇透着光泽感跟清晰的轮廓保留了适度的饱满感。这种大眼、小鼻、饱满唇的组合接近这个人偶型的美学。但它不是只有单纯的甜美，眉眼的攻击性搭配一身标志性的波浪长发，精致的长指甲，修长的身材线条，让她整个人更接近辣妹版的人间芭比，而不是无辜的洋娃娃。如果给刘刘一个颜值的关键字，我会给她这个极道张力的辣妹芭比。
最后登场的是现役踢拳选手阿布叶月小叶。今年23岁的小叶凭着现役格斗家的一期身份一登场就话题满点。过去他血气方刚，这次来到节目很真诚的说，想找一个绝对不说谎的男人。虽然在这个擂台上他是靠拳头说话的狠角色，但是遇到喜欢的男生会紧张到手足无措瞬间切换成少女模式。这种能打能甜的超狂反差萌，让他一下子就圈粉无数。他是这群女生反差感最大的一个，因为他职业充满了力量感，但是他五官非常的柔和。他的脸型介于鹅蛋脸跟方圆脸之间，那个颧骨平整，不会特别突出，下颚带着适度的宽度，下巴则是圆中带方。这种下半脸不追求极致尖削的骨相，反而会给人家一种非常稳定、健康还有朝气的视觉感受。接下来看到眼睛就是自然的开扇型的双眼皮，眼型偏圆，眼神清亮有神，但是没有什么锐利感。鼻头带着一个很可爱的肉感，线条圆润。嘴唇的适度非常的适中，整张脸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刻意的抢戏。如果说刘刘是视觉的张力型，那小叶就是典型的极致协调型，五官不靠夸张的比例，而是每个部位都可以自然的衔接在一起，搭配上运动员特有的肩颈挺拔的线条跟健康的体态，精致的脸配上很有力量的线条。看起来既能够保护自己的实力，但是一聊起天来又让人家觉得超好亲近，完全没有压力。所以如果要给一个小叶颜值的关键字，我会给她一个健康系的阳光甜酷妹。看完这一季的5位女生她们的外貌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通点，那就是眼睛都是最核心的视觉中心。彩珠跟刘刘走的是高完成路线，视觉张力极大的大眼辣妹路线。小光聪明的利用大框的眼镜跟编发，增加了知性的氛围。小玛丽靠着窄长的眼型跟适度的留白，制造出清冷的故事感。而小叶保留了最自然、最纯粹、柔和的健康眼神。换句话说大家虽然都被贴上辣妹的标签，但其实不是同一种脸。真正高明的地方是他们成功的造型把原本个人的特色放大。而不是每个人都复制成一个罐头脸。看完女生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季也是话题满满的3个男嘉宾。首先登场的是小泰，今年23岁的小泰本业是一个美容师。一看到他最抢眼的莫过他脸上的刺青、金发跟鼻环，个人的风格非常强烈。虽然身上带了不良的满满符号，但是他没有任何暴走族跟前科记录。他在节目里最有话题的就是极大的反差，外表看起来超凶，态度很硬，遇到感情问题却犹豫不决，显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谨慎跟温柔。他们的视觉的资料第一眼非常多，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外在的造型拿掉，你会发现他的底子其实还蛮精致的。他的脸偏窄长，脸颊的软组织不多，从颧骨一路收束到下巴的线条非常的干净。这种窄长的脸型如果没有造型的加持，很容易就显得有点冷硬的消瘦。但是他很聪明的用金色的短发把颅顶往上拉高，加上一副宽框眼镜，会增加上半脸的分量，让整体的轮廓不会只剩下单薄感。接下来往下看眉毛线条平，眼型比较狭长，直视镜头的时候眼神聚焦感非常强。再加上他眉眼距比较近，带着一种我正在观察你的强烈距离感。接下来看鼻子，他的鼻头带着一点肉感，线条并不锐利，嘴唇也有适度的厚度，把上半脸的这个眉眼的冷感跟攻击性给它中和掉了。所以小泰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外观的造型看起来攻击力极强，但是五官其实非常的秀气。你看他节目里的互动其实就是很有心思，会注意小细节的人。讲白了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1秒会把你封锁的酷哥，但实际上交往起来是那种偷偷帮你把刘海给整理好的细心暖男。如果可以给小泰一个颜值的关键字我会给他街头系的精致脸。第2位是今年25岁的山本理由 Leo， 本身经营酒吧的 Leo 是男嘉宾里面不良背景最硬核的一位。
过去啊曾长期的卷入各种街头的冲突，但是他最圈粉的地方啊，就是这种硬汉的外表下面极致的专情，只要认定一个人啊，就一心一意，甚至啊私底下很会照顾人，展现出满满的大哥风范。节目给他的标签啊，就是那种非常有原则、讲究骨气的硬派男人。他的外轮廓啊，介于鹅蛋跟长方脸之间啊，额头开阔，颧骨啊平整不突出，下颚到下巴的宽度啊保留得非常完整。这种稳固的骨架，让他不用挑眉瞪眼，光看下半脸的框架就可以展现出强烈的男性气场。眉毛啊线条偏直，眉峰不夸张，长了一副偏长偏窄的眼睛。这种眼型的厉害点就在于说，他就算只是放松的看着你啊，眼神也看起来非常冷静的沉着，完全没有那种眼睛飘忽或者急着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急躁的感觉。最后来到下半脸哦，他的嘴唇比较偏平直，加上啊他那个下巴的胡子的修饰啊，把视觉的重心往下拉，让整张脸啊瞬间呈现出一种成熟、值得依靠的大哥感。很多人啊会觉得男子气概一定要靠浓眉大眼或者是夸张的大方脸，但 Leo 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轮廓啊够清晰、有线条感，表情不浮夸，就算五官不张扬啊，那股沉着的大哥气场一样挡都挡不住。那如果给 Leo 一个颜值的关键字啊，我会给他沉稳系大哥脸。最后一位登场的男嘉宾啊，盐田一马阿一。这个脸啊，大家在 IG 跟 TikTok 绝对刷过，也就是那个自信感爆棚的知名男公关俱乐部的经营者阿一，今年31岁啊，顶着一个帅气桃花脸，从第3集加入节目，从小桃花运就非常好的他，不良背景不是暴走族，而是极其复杂的夜生活跟感情史。他在节目里面最震撼的金句啊，就是被问到交往史的时候，直接反问说：睡过几个早就忘记了，你会记得你吃过几块肉吗？甚至啊，笑称自己每天早上都是把自己帅醒的。好啦，那这种超坦率的极致自信啊，也让他成为自己节目里面讨论度最高的人物。但实际上啊，细看下来，他的确是所有男生的视觉精致度里面最完整的一个。他的脸型啊偏窄长，颧骨啊完全不会过度的外扩，下颚线条啊一路顺畅的收束到下巴，五官比例也很好啊，眉眼的位置偏高，眼裂啊有一定的长度，眉骨跟眼周啊形成非常锐利的男性轮廓，鼻子啊在正面啊相对的窄直，中脸啊没有明显的横向膨胀，嘴唇的体积啊适中，整脸的最大的特色啊。不是每个五官特别的巨大，而是五官集中啊，脸窄幅啊，线条干净。最容易注意的就是它轮廓跟软组织控制得非常好。照片里面的脸颊没有明显的臃肿，足够的下脸支撑，因此啊，短发露额头，甚至把脖子露出来，都还可以撑得住。除了五官啊，它的全身上下的细节，从肤质、牙齿到视觉的配饰，能面对镜头的表情，通通都在为它的精致感加分。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不只是单纯的长得好看，而是非常知道怎么做才能把镜头自己的魅力拉到极致。那关于它五官是不是调整了以后才这么精致呢？他在专访之中就很坦白的承认自己啊过去做过隆鼻，也做过2次的眼睛手术，其中一个啊是矫正眼睑下垂。既然是本人说过了，我们就不用看照片瞎猜了。但是我要强调，他从17岁到现在的惊人变化，绝对不是只有靠医美，他的体重控制，还有他维持他的肤况，然后他的妆造、发型、牙齿美白，加上常年累积下来的镜头感，这个都是拉高整体精致度的关键。所以阿一最值得大家参考的，不是说做了哪些项目，而是他非常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风格，而且把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如果给他阿一一个颜值的关键字我会给他完成度极高的叶系贵公子。看完这个8个参赛者你会发现这个网友所谓的颜值大升级，其实不单单只是靠着一些医美，更多的是个人对造型质感还有反差美学的精准拿捏。窄长的眼型就要配上圆润的鼻头，原本的冷感就是被温柔给化解。方正的下颚会配上放松的眼尾，硬汉也会显示出暖男的一面。大眼睛配上利落的轮廓，甜美里面就会多出一个解析的霸气。这群人看似满背刺青，甚至在脸上都有刺青，走在路上人家可能不敢靠近，结果一开口谈恋爱，有人害羞崩溃，有人细心的帮忙整理刘海，连最狂妄的男公关也是自我管理做到极致。真正聪明的美学从来不是把每一个人复制成一张罐头脸，而是找到自己最大的优势，把个人的特色放大到极致。这一集颜值鉴定所就到这。
8位话题的参赛者，你最喜欢哪一个人的颜值跟气场？或者你最觉得哪个人的反差最大？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喜欢这一类的内容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的颜值鉴定所再见，拜拜。